le commandant de détachement, lieutenant Kalala Wetu Medera. 大家现在看到的热闹场景，并非出自某部电影。在非洲中部最偏远落后的地区，当地人正在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国王在潮水一般的人群簇拥下，随着庆祝队伍缓缓行进。在这里，他受到百姓们发自内心的敬仰和爱戴。当地男女都已把自己的生命或身体贡献给领袖，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么，他们为何会如此心悦诚服地接受国王的统治呢？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社会，当我们享受着都市生活的便捷时，可能难以想象，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依旧保留着与世隔绝的原始风貌。悠久的传统和文化深深根植在人们的心中。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古老的王权依旧稳固，统治者的权威如同历史的磐石，坚不可摧，牢牢掌握着部落的命脉。另外，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种独特的生存之道至今代代相传，根深蒂固。勤劳的民众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坚韧不拔地生活，一个在绝大多数国家早已销声匿迹的行当，在这里却依旧普遍存在且受到青睐。他们就是推着自行车走村串巷的流动小商贩。不同的是，这里的卖货郎需要艰难跋涉上百公里才能抵达与世隔绝的村落，无论刮风下雨，他们从不停歇。经过改装加固的自行车一次能够携带上百公斤的货物，整个旅程充满艰辛，而他们的利润却寥寥无几，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是现代化社会中最后的游牧商人。欢迎来到边缘纪录片。本期内容带大家走进非洲中部国家刚果金的加丹加地区，探索这片神秘土地上的生活与文化，感受那些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依然坚守传统、勇敢生存的人们的故事。在加丹加的偏远地区，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刚刚洒下，勤劳的居民们便开始迎接新的一天。三个男人正在为即将开始的长途旅行做准备。他们是流动的卖货郎，这次的货物主要是木薯、面粉和棕榈油。目的地与世隔绝，人迹罕至，且道路状况很糟糕。经验丰富的奥斯曼是这次行程的领队。出发前，他必须仔细检查这次行程所需的生活物品，以防疏漏。由于交易沿线住户居住分散，往往几十公里都渺无人烟，所以户外过夜的毯子、修车的工具以及干粮炊具都必不可少。奥斯曼和同伴将从卡米纳出发，前往加丹加最偏僻的村庄。他们将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把这些生活必需品出售给沿途村民。旅途的终点站是远在160公里外的卡兹塔图。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只需4天即可抵达。旅程刚开始是一段10几公里的沙土小道，路面松软且坑洼不平，他们只能推着车赶路。经过改装加固的自行车一次可以携带上百公斤的货物。沉重的物品和糟糕的路况让奥斯曼和同伴都倍感煎熬。如果遇上下雨天，这样的道路将是所有旅行者的噩梦。经过2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感到精疲力尽，全身酸疼。高强度的体力消耗使他们的身体水分大量流失。当他们途经第一个村庄时，决定稍作休息。短暂的休整将帮助他们恢复体力，以便迎接接下来更加艰难的挑战。因为时值雨季，天气多变，他们必须趁着地面干燥时尽快赶路。接下来一段5公里长的斜坡使团队的旅行考验继续升级。每一辆自行车都携带了上百公斤的货物，3个人需要合力推车才能走出这一路段。送完一辆，他们就会折返回去，再推另一辆。相互帮助是他们走出这片地区的唯一途径。踏上这样的旅程需要具备不凡的毅力。他们用歌声来驱散内心的煎熬和身体的疲惫。
斗志昂扬的歌词也让彼此在精神上得到鼓励。5公里长的坡道，3人直到夜幕降临才走完。好在他们也刚好抵达途经的第2个小村庄，勇士们将在村子的教堂内过夜，而不用风餐露宿。1天的艰难跋涉，他们走了近40公里，大家早已感到饥肠辘辘。这顿饭是他们早上出发后到现在唯一的一餐。为了应对明天更加艰难的旅程，他们需要补充足够的能量。用木薯粉和水通过搅拌熬煮成的西马就是他们的晚餐。为了能够填饱肚子，他们熬煮的西马需要足够粘稠。西马又称恩西马或萨扎、夫妇等，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名字，叫法众多。它是非洲最常见的主食，我在往期内容中也做过介绍。主要是用玉米粉或者木薯粉加水熬煮而成，和中国的棒子面粥相似，只是西马更加粘稠，能捏成团状食用。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一般会搭配蘸料食用。尽管奥斯曼3人的晚餐简单朴素，但也是对他们劳累一天最美好的犒赏和心灵的慰藉。常年的过度劳累正在逐渐摧残着奥斯曼的身体，他时常会感到呼吸困难，并伴随着强烈的心绞痛。在学校时，他怀揣着成为法律工作者的梦想，从未预想过自己的未来会从事这一职业。他曾试图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从事相同职业的父亲身体却被早早的击垮，贫困的家庭无力支撑他再继续深造。奥斯曼只能辍学，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不希望孩子们将来也被困囚于他所经历的艰辛生活。与奥斯曼3人的艰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距他们不远的本凯亚小镇上，清晨一早，当地居民们便一片欢腾，他们整齐划一地高呼着国王万岁，每个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当中。姆瓦米穆农哥陛下自1997年继位至今，他统治着超过100万的臣民。尽管外表温和，但他却是刚果金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穆农哥陛下的影响力跨越了刚果金、安哥拉和赞比亚，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虽然巴耶克王国在历史车轮的转动中昙花一现，但具有象征意义的王权制度却保留至今。该王国在历史上或不同地区有多种叫法及依法，如姆西里王国和加泽王国等等。巴耶克王国建立于1856年，位于刚果金的东南部。本凯亚曾是该王国的首都。1891年，开国领袖姆西里由于拒绝比利时人签署条约并交出领土控制权，随即双方发生冲突，最终姆西里被比利时国王派遣的远征队杀害。姆西里的死亡标志着他所建立的王国被比利时人彻底吞并，成为刚果自由邦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巴耶克王国在刚果金历史上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文化遗产和历史传统对该国东部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任国王姆瓦米穆农哥的宫殿位于加丹加地区的中心本凯亚，每年的12月20日，这里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以缅怀在抵抗比利时殖民入侵过程中牺牲的开国领袖姆西里。民众用嘹亮的歌声和奔放的舞蹈来表达对先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这些纪念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当地社区的凝聚力。巴耶克王国的历史和传统不仅传承了祖先的智慧和勇气，还在当地社区中培养了深厚的文化历史认同感。象征性的国王作为这些价值的守护者和传递者，也因此受到了族人们无限敬仰和爱戴。作为君主，他被允许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理论上可以娶任意数量的妻子，没有限制。按照传统，王室有权优先从全部落中挑选新娘的人选。部落中有身份或容貌出众的女子，往往会被列为国王的备选新娘名单。国王的所有妻妾所生子嗣都有资格被选为继承人，成为下一任国王。随着一声 AK 的脆响，庆典活动正式开始。男人们节奏分明地为国王唱着赞歌，女士们甚至有人高呼愿为国王献出自己的全部。穆农哥国王在起伏的轿子上尽情享受这一刻的荣耀，每个人都沉醉在与国王共舞所带来的喜悦和兴奋之中。在刚果金，舞蹈和歌唱是生活的一部分。
贯穿于各种庆典、仪式和社交活动之中。人们通过跳舞、唱歌来表达情感、交流思想，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理解。此外，歌舞也是一种释放压力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挑战时，人们可以通过跳舞和歌唱来减轻内心的压力，找到心灵的慰藉。在这里，无论男女老幼，无论舞姿是否优美，所有人都会心无芥蒂地随着节拍尽情舞动。这一充满欢乐的庆典活动将会持续一整天，而慷慨的慕农哥陛下将会在庆典结束后接受臣民们的觐见。虽然国王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但他会通过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切实地参与到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上去。稍后将带大家看看慕农哥陛下如何处理朝政，看他怎样为民众解决争端并提供医疗资助，以及帮助年轻人找到工作和他自己的故事。在这片充满激情与勤劳的土地上，生活并非只有庆典和荣耀。对于大多数刚果人来说，生活充满了艰辛。奥斯曼三人经过在村庄教堂的一夜休整，第二天，他们早早踏上了160公里艰难之旅的剩余路程。三人从清晨开始出发，但直到中午，他们仅仅走了几公里。团队中，亚历克斯的轮胎破了个洞，这已经是他今天的第5次修补了。沉重的负载和频繁的修补，正让他的轮胎变得更加易损。这种老式内胎的修补虽然并不算复杂，但是很考验技术。如果不能把破损周边的灰尘、油脂等杂质清理干净，修补后就很容易再次漏气。一般需要使用砂纸或锉刀轻轻打磨漏气点周围的橡胶表面，使其变得粗糙。这有助于补胎胶水更好地粘附在内胎上。简陋的修补工具考验着亚历克斯的修理技术。他们今天已经耽误了太长时间，雨季的加丹加地区看起来艳阳高照，但远处已不时地传来阵阵沉闷的雷声。如果雨水来袭，在泥土路上推着上百公斤货物，他们将举步维艰。另外，木薯粉和面粉如果被淋湿，将会让他们损失惨重。三人组都明白这一点，然而麻绳专挑细处断。可能是因为急于赶路，补胎胶水并未完全干透。打上气的轮胎不等亚历克斯扶起车子，便听到了刺耳的漏气声。有时欲速则不达，心急反而坏事。不过从三人的举止神态中，并未看到急躁和慌乱，更多的是平静。奥斯曼说他们会拨开外胎重新修补，并吸取上次教训。在这里，他们没有专用的补胎工具，补胎片是从旧的内胎上剪下的。虽然这种传统修补方式有时候并不可靠，但如果操作方法得当，也能解决问题。价格低廉的老式补胎胶水粘合速度很慢，他们等了近半个小时才给轮胎打上了气压，破损的位置被成功修复。不过远处的乌云也正在逐渐向这边逼近。今天他们为了修车耽误了很多时间，阴霾笼罩。虽然三人加快了赶路的步伐，但雨水还是无情降临。奥斯曼三人距离下个村庄还有30公里，原本潮湿闷热的旷野，此刻变得清凉宜人，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不过三人必须趁着路面没有被雨水完全浸透之前尽快赶路，否则他们将被困在泥潭无法动弹。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天气他们无法在户外过夜。眼下疲劳和饥饿折磨着奥斯曼三人，他们无法再独自推动满载货物的自行车。湿滑的路面和身体的过度透支让奥斯曼差点摔倒。下一站路程还有很远，他们必须坚持。每当这个时候，三人会不约而同地从歌声中汲取力量。奥斯曼说，糟糕无望的生活让他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信徒，信仰让他们在无尽的黑暗中看到了微弱的光芒，带来了希望和勇气，使他们能够坚持下去，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回到本凯亚小镇，盛大庆典结束后，第二天，西装笔挺的慕农哥陛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礼帽和权杖无不彰显他的权威和尊贵。臣民们毕恭毕敬地向国王行传统拍手作揖礼。早上，这里已经汇聚了20多名当地居民，他们中有农民、商人、教师等，职业和身份各不相同。一样的是，他们的到来全都为了寻求慕农哥陛下的指点和帮助。
国王被视为地区部落群体的精神和文化领袖，在社会和文化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负责主持重大的部落仪式和活动，并在解决部落内部纠纷时发挥调解作用。在军事力量方面，国王手下拥有一支忠诚的私人武装，以维护国王的统治。在经济方面，国王拥有大量土地和其他财产，对地区经济有一定影响。许多企业在开展营运时也会寻求国王的支持和认可。在政治方面，虽然国王无实际执政权力，但他的话语权威仍得到当地人的高度重视。政府在制定涉及该地区的重大政策时，往往会事先征求国王的意见，也经常作为政府与当地社区之间的桥梁，有助于调解冲突和传达政府政策。此外，政治候选人有时也会寻求他们的支持，以增强自己在某些地区的影响力和合法性。总的来说，尽管巴耶克王国已并入现代国家，但具有象征意义的国王在当地仍保有传统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他们的存在超越了权力和统治。国王不仅是传统和习俗的守护者，也是在困难时期为人民提供指导和帮助的人。他们的形象已深深地根植在了民众的信仰和依赖之中。穆农哥陛下每天要处理的工作非常繁杂，每个人都有问题寻求国王的点拨和帮助。这名男子是一位种甘蔗的农民，因为繁重劳作让他患上了坐骨神经痛，但他却没钱治疗。简单询问后，国王交代身旁侍从资助农民30欧元去治病，而这位父亲则是为了女儿的工作来寻求国王的帮助。刚果金的加丹加省是一个以采矿业著称的地区。日前，一个跨国矿业公司正在当地招聘，但是想要被成功录用，需要得到社区的推荐，而国王只需要简单盖个印章，就能帮助这位父亲解决问题。贫困的父亲没有足够的钱给女儿当路费，国王最后给了他45欧元的资助。每天这样的接见会持续6个小时左右，期间穆农哥陛下大约会向困难民众分发600欧元左右资助，约合人民币4700元。这些钱对于腰缠万贯的国王来说只是毛毛雨。他是刚果金最大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刚果金议会的参议员。他同时担任非洲国王论坛主席和全国传统酋长联盟主席。他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东北大学学习政治学与经济学，毕业之后，他在日本东京的城市银行工作。1997年，因兄长意外离世，他被召回继承王位。在这个科技革新层出不穷、现代化生活触手可及的时代，在非洲一些偏远地区，精神领袖和部落大家长普遍存在，国王的统治依然根深蒂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和教育水平的限制，民众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与现代社会有着显著的差异。首领和酋长们以他们的方式维护着社区的和谐与秩序，他们的决策和行为常常受到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在这些社区中，首领和酋长的角色是多面的，他们既是决策者，也是调解者，甚至是精神领袖。他们的存在为这些地区的人民提供了一种稳定感和归属感，这是现代社会难以替代的。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教育的普及，这些地区的民众开始逐渐接触到外界的信息和知识。虽然变化是缓慢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国王和酋长的看法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机会。一方面，这些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遗产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与时俱进、适度现代化也是落后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大家是如何看待这种文化传统呢？在加丹加最偏僻的地区，奥斯曼三人组依然在卖货之旅中艰难跋涉。也许是神明听到了他们的祈祷，此刻雨水已渐渐停了下来。全程160公里的漫长之旅，他们才刚刚走了一半。经过几小时的冒雨行进，他们终于抵达村庄。这里与世隔绝，雨季很少有外人来访。卖货郎的到来受到了村民们的欢迎，消息很快被传开。在这里，
村民们的生活所需大多依靠自给自足，不过有些商品必须依赖卖货郎从外界输送。村民说，距离这个村庄最近的商店在卡米纳，往返需要4天。奥斯曼3人一路的艰辛是值得的。村民们很快就围拢了过来，每个人都有要买的商品。在这里，棕榈油按瓶出售，1瓶1欧元，卖货郎能赚0.5欧。虽然风吹雨淋，辛苦赶路，但此刻奥斯曼神采奕奕。他说生意很好，走完这一趟赚取的收入，能让家人在接下来的1周不会挨饿。潮湿的空气让他们的木薯粉和面粉很容易霉变，商品需要尽快送抵剩于村庄。对于奥斯曼3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雨水。旅程远未结束，他们需要在天黑前赶到下一个村庄。